我发现啊，最近有好多的男生啊，他宁愿去花钱洗脚，他都不愿意谈恋爱，啊，说太费钱、太费劲，还太费时间。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想谈，主要的是觉得现在的女生太难伺候了。啊，前几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啊，相亲刚认识的姑娘啊，加了微信之后，要求从早到晚的聊天，啊，回复慢了啊，人家就不高兴，问是不是在跟其他的女生聊天啊。上下班不管多远的距离都得去接送他，约会呢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车接车送啊，简直就把自己当个司机。我花100-200块钱请他吃饭，他嫌我抠门啊，我给他发低于520的红包，他嫌我没诚意。因为我没有给他买贵的包包鞋子，他就说我是穷鬼，没钱还出来谈什么恋爱。要是哪句话说的不对，人家转脸就不理你了啊，还得去想办法哄啊，不哄啊，人家就说咱俩不合适啊，真是很头疼。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母系社会了？一切都得围着他们转。可是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到我自己的身上啊，不知道多爽呢。现在我也干脆啊看淡了。以前在校园里边的时候啊，还能想着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现在这些社会上的女孩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现实，没啥意思。我现在都不再要求一个女生她能真正的爱我，她只要懂得尊重我，能够对我好就行了。能过到一起会过日子啊，不是那种成天的嘴里就喊着礼物喊着钱的女人，不就行了吗？啊，两个人啊能踏实的在一起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女孩里边，具备这种能力的几乎都没有。娶个老婆要看一辈子啊，要在一起几十年，如果德性太差的话啊，真的是入不了心。所以我现在宁愿花钱去旅游，去享受服务啊，能看得到享受得到才是真的。我也不会失望，也不会痛苦，因为随时都有人做得比他更好嘛。我现在不强求非得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啊，我更想把我的精力呢用在挣钱和享受生活这件事上，把钱花在有结果的事情上，这样不挺好的吗？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为什么你会成为大龄剩女呢？因为你一直认为啊自己是对的。最近呢有个87年的女生跟我吐槽啊，她说啊她相亲相了5-6年了，相了不下100多个男生，为什么她总是不成呢？而且呢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啊找到个合适的，两个人接触起来呢又总是磕磕绊绊的不顺利。而且呢我觉得自己的年龄越大呀，遇到的男生就越奇葩，感觉呢遇不到一个正常人啊，有那种情商太低的啊，说话太直太伤人了。比如说有一次吧，有个男生啊，见面第一次啊就跟我说，哎呀，你跟照片怎么差距这么大呀，我差点不敢跟你打招呼啊，怕认错人了。我当时那个尴尬都没法形容啊，弄得我啊挺难堪的，我都想马上走人算了，真的是个下头男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做人做事啊，他不在正常的认知范围内，让人无法理解。比如说有一次有个男生啊跟我接触了1个多月啊，我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啊，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处了。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吗？人家说让我把他送我的东西全还给他啊，还要算清楚这段时间花的所有的花销啊，要求 AA 分账，把另外的一部分啊转给他。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啊，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啊？有没有点气度啊？难怪他脱不了单，找不到女朋友，这不是活该单身吗？然后啊，还有一种就是巨抠无比的啊，出来见面啊都不请吃个饭啊，而是去逛公园，公园门票啊就10几块钱，他还问人家售票的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真的是佩服这位了啊，极致的葛朗台守财奴啊，我都感受到了未来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直接给我看傻眼了呀。那好吧啊，总之这样的人啊还遇到过好多，简直都太奇葩了。那我就问他了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啊，我说呢，不是男生都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才奇葩吗？首先你说啊，你把你那个照片 P 成另外一个人了，人家没有认出来，有毛病吗？这不很正常的吗？这个其实是你的问题啊，你这跟欺骗都没什么区别了。这个事儿啊，怎么能说是男生奇葩呢？另外啊，你说啊，分手之后人家跟你要回东西，你觉得他的行为简直太过激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生在还没有跟对方确定关系之前就接受人家的东西，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合适，对不对？如果不能继续啊，那本来就应该还给他的。男生想跟你 AA，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分啊。男生们其实啊，他不是真的介意这点钱，他们只不过是讨厌女生们啊接受他们在这些物质上的付出啊，而女生还觉得理所当然啊，这种态度。你说男生约会特别抠门啊，你也不想一想，都这个岁数的男生了，
在他过去的经验里边啊，可能已经在相亲恋爱这件事情上花了不少冤枉钱了，最后还不一定能成。那他为什么还要为一个未知的结果去买单呢？你们才刚刚认识嘛。虽然去公园这种地方啊，你可能觉得太不重视你了，但是男生想的是，这样也一样可以聊天说话，互相了解啊，没有必要非得去吃大餐，花那些冤枉钱吧。啊，他们就是想把成本降到最低，还不是被一个个之前的女生们给调教出来的，他们也怕了你们了，难道不是吗？咱们呀把这个事儿反过来说，如果相亲谈恋爱都是女生来负责大部分开销的话，那你愿不愿意5年之内请那100多个男生吃大餐呢？大家觉得他们会不会请你们吃呢？咱们来说说穷养长大和富养长大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98年的姑娘跟92年的男孩呢相亲见面，彼此呢都很有眼缘双方的家庭呢也是门当户对的。小姑娘呢从小就在福窝里长大的，没有受过什么苦，也没有缺过钱花。父母呢在她20多年的成长生涯当中一直就是她坚强的后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呢都能得到。父母的爱是博大的，同时也是可怕的。这个姑娘大学毕业之后工作收入太低了每个月的开支还得父母给她补贴，她的生活质量呢1分1毫也没有降低，反而呢是提高了很多。虽然她也感受到了挣钱的不易，但是她的包包、鞋子、衣服、首饰、化妆品没有一样是她几千块钱的工资能买得起的。可是就是这样的她连一顿饭都不会做家务事呢更指望不上了。而这个男孩呢家境也很好，父母的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就非常稳定非常的平顺。因为他是未来的继承人，所以呢父母从小对他就是比较严厉的。上大学的时候呢，他每个月的零花钱就得靠自己去挣。他对于享受生活这件事情呢非常的理性，在他的认知里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花销在他看来都是浪费。他非常的明白金钱的意义和价值。大3的那一年他就已经挣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了，没有靠家里于是呢毕业后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了创业生涯，一路绿灯通行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这个孩子真的是传承了他父母的良好基因。就这么着这两人呢相亲认识之后，约会第1次就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两个人选餐厅，女孩选了个人均消费1000以上的，男孩呢不太乐意但还是硬着头皮呢请这姑娘吃了一顿。姑娘说这就是她平时跟任何一个朋友吃饭的标准和消费，并不算很高。餐桌上这个姑娘一直在聊各种奢侈品真的是什么国际1线品牌她反正聊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可见人家是非常有研究的呀。他还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什么GUCCI的包包了，背着这种包出门他觉得像拿了个垃圾袋这时候男孩就在想，那我幸好没有买那个，因为他正打算要给这姑娘买个GUCCI的包包了。后来呢不就到圣诞节了吗？男孩呢就约姑娘出来转转他提前呢到商场买了个几千块钱的包一个 Burberry 的准备给她送给姑娘可是呢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姑娘来了之后看到这个包脸色就不太好看了一晚上都不怎么说话这次约会之后男孩就说，花5000块钱买个包还嫌我买的太便宜了，我们才认识不到1周我再有钱也不可能花到一个刚认识还没有什么关系的女人身上的吧。她要真是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婆那我觉得花的值但是她是谁呀？咱们来看看富养的姑娘长大之后什么都拿钱来衡量，以父母爱她的方式来衡量男人而穷养长大的男孩呢，对于钱呢他有他的认知，所以他们在消费观这一点上就已经很难互相理解了，还怎么在一起生活呀？更何况这个姑娘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能撑得起一个家吗？就拿男生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她的最大优点就是知道怎么花钱怎么挥霍，还有别的吗？大家说说这样的女生能娶吗？男比女多3000万，但是女比男多3个亿，所以找对象你觉得你的要求条件越多就越精准吗？你为什么剩下了不就是因为你太精准了吗？还不切实际。那天呢有个94年的姑娘给我列出了10几条择偶要求来。她说自己现在的时间非常的紧迫呀，2024年过了生日就30岁了年龄是越来越大了，耗不起了，不能再漫无目标的摸索了，必须得稳准狠。她觉得自己这个要求已经是一降再降了这样的条件已经到底线了。
如果这样他都还找不到的话，他就放弃不找了。他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大家来看看啊，88年以内，175以上的身高，本科学历，有北京户口，有房有车，收入30万以上的，父母健在，有退休金，没有家族遗传病史，不接受单亲家庭，也不接受姊妹兄弟，只能是独生子。有几个属相是坚决不接受的啊，不找的，不喜欢胖的、秃顶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人品正直、幽默、有责任心、有担当等等等等啊，一共20来条，我就不一一叙述了啊。等他说完了，我就问了他，你觉得这样的条件的人多吗？他说现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万，难道我还找不出来一个啊？而且我自己也是本科生，收入也有20多万，在北京也有房子啊，所以呢，除了性格方面没有办法去量化之外，其他的情况应该已经不算是要求高了吧。于是呢，我就跟他说你其实并没有做过调查研究，这些数据我今天给你分析一下，你的想法非常不切合实际。首先就说你这10几20条要求，每多增加1条，你就怕死了一大批人。就别说你提了这么多，就算是前边那几条基本项加到一起，就已经没有多少人可选了，你知不知道呢？再者说了，这3000万单身男人又不是全部都在北京，而且在北京呢也得刨除你不找的年龄段吧，又少了很多人，是吧？而且在中国20到29岁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72米，也就是说呢，一个男生如果他的身高能达到1.72米，他也就已经超过了一半的人了。还有本科毕业现在目前中国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合计不超过40%。如果以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性为样本，4个男人里面才有1个受过本科学历以上的教育，也就是说呢，只要他读了本科，他就超过了60%多的男性同胞。还有呢，收入这一块现在在北京年平均收入呢是12万左右，那么一个年收入30万的人就已经超过了2/3的人了。而且还要求有北京户口，北京本地人有北京户口，但是呢，他们大多数呢想找北京本地女孩，外地来北京有户口的男生呢数量也很少就是那么一波人。所以你觉得你的条件到底是降低了呢，还是提高了呢？所以中国的剩女问题比男性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大量的女性是嫁不出去的了剩男一般都是因为财力不足，而剩女呢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的认知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呢？现在女生找对象看到这些指标到底有没有用呢？第一，他们看对方的资产情况，资产越多，他们想交往的意愿就越高。第二呢，他们看对方的工作能力能力越强呢，稳定性越好，他们就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第三呢，他们看对方的学历，觉得学历越高，说明对方的智商越高，基因很好。这个也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重点要考虑的因素。第四呢，他们要看男人的情商怎么样就是会不会来事能不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跟他在一起呢得不闷不呆会哄自己开心的那种。第五呢，他们要看男生在花钱方面对自己大不大方，这一项是他们用来衡量婚后男人在经济方面对自己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来解析一下其实这些标准大部分都是悖论，而且根本无法全部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第一点资产情况，其实资产越多的人不代表他就懂生活，他们大部分都是忙于事业的人，哪还有太多的精力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天天没事哄你开心呢？没准越有钱还越抠门呢。并且据统计，很多事业做得特别大的企业家学历都不是特别高的。第二点，工作能力强，那上班族的男人呢，他的工作能力越强，他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估计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你的。花钱方面肯定不会很大方，因为他的钱是血汗钱呀，他们可能会更看重你给他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第三点就是学历高，很多女人都喜欢学历高的男生他学历高只能代表他这个人学习成绩很好我们高考过滤的他是学渣而不是过滤的人渣，在他的这个外表之下很有可能是个自私自利自负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呢，也有可能他对感情极不负责任，所以呢，学历和人品是不能划等号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求他情商也很高，那可能就难度更大了。毕竟这个世界上双商在线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去呢？即便是有，那早也被人家抢了。
他还能缺个女朋友不成？第4点，看男人的情商高不高，是不是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如果一个男人情商很高，他就可以秒杀其他好几个条件了。你们见过那些穷鬼娶了富家女的吧？还有那些网络骗子听说过吧？这些人就是玩情商的高手那些女的被迷的五迷三道的所以呢，要求一个男人情商高，只要他加上其他几项中的任何一项，他的情感生活就永远不会缺席的，你懂了吗？第5点看男人对你花钱大不大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交往的诚意和婚后对经济方面的态度。但是实际上男人花钱大不大方，从现状来看，他们对刚认识的女生是真的不敢大方的。你们自己也懂人家也是花多了花怕了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呢，他们会对后来认识的女生越来越小气。但是这一点完全无法代表他婚后对钱的态度。有的男人对刚认识的女生就是不大方的，但是一旦他成为正式的女朋友之后并且女生有想往婚姻方向推进的时候男生自然就变得大方起来了。所以呢，你要把全部的条件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恐怕根本就找不到因为就算是有那你也不一定够得着他了。内心姐，一个比你自己更懂你的红人。跟大龄剩女谈恋爱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最近有个85年的男生跟我分享了他的剩女之恋。就他33岁那年跟他的一个女同学谈上了。大家呢都老大不小了嘛原本呢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可是好家伙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也算是经历过了之后再也不愿意碰他们，那是真谈不下去首先他特别的强势，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那个话里话外都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跟我分手了，那分分钟能换一个比我条件好的有的是人追他，动不动就说头几年要是想嫁早嫁了那些人的条件都好得不得了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的追求他都没有同意之类的话，经常说什么他以前的前任有多么多么优秀如果没有我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其实呢，他说这些话我根本就觉得太假了，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其次吧，他这个消费观呢我也不敢苟同，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就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因为有点积蓄，动不动就一句我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想干嘛就干嘛，要你管呀。实际呢，出去约会他没有掏过一次钱，其实他也就是比那些小姑娘相对的宽裕了一点而已，不至于能上天吧说不好听点，人家小姑娘混到你这个岁数经济也不会比你差吧。天天各种虚荣爆棚求婚要去希腊拍婚纱照要去南非，度蜜月要去北欧。我给他解释，我真没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真的很忙。他听不进去还各种又作又闹。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还让你无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违背他的意愿就是不爱他或者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儿证明过你爱我？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还有吧，他和他那群少女闺蜜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就说他们不想将就，说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而且呢，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就觉得自己优秀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就是优秀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活在偶像剧里，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就标榜他经济有多独立，生活负担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我承担也行，但你能不能做点家务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他说不想当保姆，做不到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他就说男女平等一说到出钱的时候，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最后吧，他还特别情绪化，只要发生了矛盾，虽然年纪不小了还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一样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他答应我的事儿可以10有8九做不到，我答应他的事儿那是一件也不能变卦。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他认为我孝顺父母就是妈宝还让我跟父母过一辈子得了。这一次我从内心彻底放弃他了，因为我不相信他未来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一个好母亲。
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现在我孩子都3岁了啊，我过得很幸福，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你们说啊，大龄剩女是不是都这样啊？啊，有没有例外？经常呢有小妹问我，为什么生活中她能被优质男人追求啊，还能跟他们谈恋爱，但是呢结婚就很难。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她了？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啊，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可是到了相亲市场，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追求自己都很难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啊告诉你真相哈。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和找个对象结婚过一辈子这2件事情上啊，他的态度和认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可能这2件事情都需要谈恋爱，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女人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或者呢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当他们被1-2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啊，或者呢跟1-2个优质男人谈过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哈，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啊，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就越现实了，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不选择，所有的分开，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你永远不要认为哈，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是因为你太作了，都不是啊。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不是啊。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啊。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性格不合啊，距离太远，长得不够好看等等。我告诉你，终极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利益还不够跟他交换，你的价值不到位，知道吗？情感生活是分3个层次的，性、爱情和婚姻。而性呢是肉体生活，追求快乐的原则；爱情呢它是精神生活啊，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呢是社会原则，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能够分清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也就能知道优质男人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真实原因了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别忘了留个小心心到评论区聊2句再走啊。